Hello， 大家好，我是伟权，欢迎回来我的频道。那我们已经正式迈入到了2025年，也就是乙巳年了。那这个视频呢，将会是我们乙巳年的第一个关于财富能量分析的视频啦。那你可能会好奇那我们每个月的那个运势分析去了哪里？那其实我把它转换成这个财富能量的分析啦，因为我希望呢，在今年可以比较专注在关于财富、事业或者金钱方面的一些内容，所以大家不用担心。然后记得呢要留守到这个视频的最后，因为我会分享一个日期和时间呢，然后教导大家如何去引动这个月份的财富方位啦。好，那事不宜迟，我们就来进入今天这个视频的主题，我们的戊寅月。那首先我们简单的看一下这个戊寅月的能量，它是一个怎样的组成啦？你可以看到呢，戊是属阳的土。寅呢本身里面的一个主气是有甲木，当然还有其他的气，例如戊土还有丙火啦。那我们主要呢会用甲木，甲木呢是属阳的木，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木是克土的，所以我们这个月份的能量是属于一个这样子的状态。那我们通过观察这个戊寅的月份的能量，我们可以得出这个月份的一个财富潜能会在哪里啦。首先你会发现呢，这个月份会有很多人不愿意动起来，因为他们会觉得是很多事情呢都会变得非常的艰难，非常的挑战。他们呢会觉得自己不够能力，没有那个条件去完成那些看似很难的一些事情啦。所以你作为我们这个频道的这个观众要找到这个月份最大的一个财富潜能的话，你呢就要跟大家做不一样的事情，对吧？因为如果大家都做一样的事情你是没有得到任何的机会或者好处啦。那你可以去发掘或者去探讨的一个方向就是那些大部分人，或者在你的事业里面，在你的公司里面，那些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去处理的问题，不愿意去做的一些事情。那如果这个月份你可以尝试突破一点，往你的不舒适的那个方向再推一点点 ，OK，push your limit， 把你的极限再往上推一点点的话，那你很有可能呢就会得到这个月份最大的一个潜能所以你个人的话，你要观察自己现在的一个状态是如何。那如果你本身呢是一个非常有毅力、非常坚定，然后你看到挑战、看到问题都不会逃开的一个人的话，那恭喜你，这个月份呢就对你来说会非常的好。那如果你本身呢是非常害怕问题，你觉得你的生活处处都是局限，处处都是难题的话，那可能这个月份呢会对你来说比较痛苦一点点啦。那你应该要做的是让自己放开那些限制你的东西，你呢尝试去再往多一点点，再推多一点点，去正视它，去面对它。尤其是那些已经积累很久的问题如果你可以让自己动起来，去解决一个比较小的问题的话，那其实这个月份你就已经得到它最大的一个好处了。所以其实这个月份呢，也是一个非常好去破除、去改变你的一些坏习惯的一个月份。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生活作息，我们每日在工作上、在家庭里面都可能会有一些坏习惯，或者是一个很不自觉的一些动作、不自觉的一些语气我们的口吻我们如何对身边的人怎样讲话这些呢都是我们的一些所谓的恶习啦。那如果你在这个月份你可以去动起来，你可以下一个决心去开始把它改变的话，其实呢你也是符合我刚刚给的那个建议，就是
往自己比较不舒服的那个领域去做改变，去做出一些行动。所以呢，总结来说啊，我会说这个月份的这个财富潜能啊，其实完全取决于你这个人的一个内心状态是如何啦。那如果你是可以承担风险，是愿意去解决问题，去做一些改变的话，那你可能就是在这个人群里面得到最大好处的那个人啦。好，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月份我们要如何去启动一些财富的能量。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月份我们有的吉星啊，包括有福德、天德还有福星啦。那这3个呢，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吉星或者财星这样子啦。那这些星啊，它的一个意涵呢，是你过去要做对的事情，那你现在呢就会得到好处，你就会有一些回报，有一些收获。那相反的，如果你过去呢都没有做一些对的事情，你呢都是一直在走捷径啊，在偷懒啊，在生活里面啊都是选择一些容易的事情来做的话，那可能呢你这个月份呢就比较难得到这个吉星的一个祝福啦。你现在这个月份可以做的就是去做更多应该做的事情，或者做一些好的事情，对你有未来长远来说有回报有好处的一些事情啊，那你可能现在比较难看到那个回报，但是呢你知道这个对你的未来是好的。举例，可能是你要做一些储蓄，你要做一些投资，比较理性的投资啊，不是炒股。你要做一些为你长远的一个退休如何做规划，这些呢都是你现在看起来有一点难，或者对你来说啊，你的收入、你的薪水啊，都有一部分不能被动用到，对吧？因为你都要做储蓄，都要做投资。但是呢，这些啊都是未来对你来说是好的，都是保障你未来能够更好的过生活的一个举动。所以呢，我们这个月份啊，如果你要去引动这些财富的能量的话，你应该要做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些事情啦。那如果你本身啊条件比较好的话，我也会说啊，你要保持更加慷慨的一种分享的态度，去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那这个例子呢，你可以去做一些慈善啊，你可以做一些捐款啊，都可以。如果你是老板，你是自由工作者，你可以想的是提供更多的价值，尤其是免费，然后对其他人来说啊是有价值的东西。那举例呢，你可以拍更多的视频，我们这些视频都是免费的，对吧？或者呢，你可以提供一些免费的试用品啊，或者一些课程啊，去教导大家关于你那个领域可以如何去改善他们的生活素质啊，怎样可以帮助到他们啊。这些呢，只要是可以帮助到别人过更好的生活，我都会觉得是有价值的东西。那你可以做的就是更加的慷慨大方的分享出去，用一种我是慈善家的一个心态。那大家记得，如果我们的2025年乙巳年啊，属虎的，就是老虎啊，就是寅，本身啊就是一个慈善家嘛，所以呢，我们这个月份我们可以也是利用这个老虎的一种能量来让自己成为那个慈善家啦。然后啊，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去多一点思考的是，你做的这些提供价值啊，或者这些好事啊，你去帮助别人啊，你可以选择那一些未来对你有好处的一个付出。OK， 大家可能会觉得非常的现实，但是因为我们的能量、我们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呢完全都帮完所有人，或者无条件、无界限的去帮任何人。
那我们可以选择帮一些在未来啊，可能可以有一些好处或者有一些回报。因为这个啊，在生意里面就是这样子啦，我们只能提供价值，我们只能提供那个服务给那一些需要的人，或者我们针对的一个客户群，我们不可能呢帮助完所有人这样子啦。那你们在提供帮助、在提供价值的这个过程里面，你也要保持一种非常大方的心情，你要保持一种非常开心的心情。你不要有一种别人都不会感恩我的付出这样子，因为在这个月份啊，其实呢，很多人会有很强烈的这种我不被珍惜、我不被感恩的这种心情，因为我们的戊寅啊，寅呢跟巳，我们是蛇年嘛，老虎跟蛇呢，其实是一个无恩之行的一个关系。所以呢，会有很多人啊，你看身边呢会开始有一些人会抱怨啊，觉得老板不珍惜他的付出，我的伴侣、我的另外一半不珍惜我的付出，我的员工不会珍惜我对他的好。那你要做的，你就是尽量避免自己陷入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呢会非常的糟糕啦，你就会时常的抱怨，觉得自己是受害者，非常的可怜。OK，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我们是尽量避免你去走入这样子的一个恶性循环里面啦。那第三点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月份可能会出现的危机在哪里啦。那这个月份呢，我们有比较多的一些关于争吵啊，或者一些纠纷的凶星，那这些呢都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争吵，或者呢有很多是你自己造成的，你自己引发的一些情绪伤害，我们简称叫内耗。因为这个呢，它的源头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无恩之行。很多人呢会不断的，会很容易就陷入到这种不必要的内耗里面。当你在内耗的时候，其实呢你就无法在你的事业上，在你的生意上做出更大的一个创造价值的过程所以呢，我会非常留意这方面的问题。那如果有这样子的情况的话，我会建议呢，可能暂时让自己抽离出来，去往一些让你感觉比较好的地方，可能能量比较好的，可能是一些神庙大自然里面去让你的身心变到比较放松、比较自在、比较正能量过后，你再回来处理你的一些工作上的事宜啦。那不然的话，你一直在那个负面的循环里面，其实呢对你没有太大的一个帮助。好，那最后一个呢，我刚才答应大家说有一个如何去启动这个月份的财富方位。那我们这个月份的财富方位就是在西南方。那你们要做的是按照我现在视频上面放的日期还有时间 ，OK， 你们呢去那边做一个火的引动。那这个火的引动呢是怎么做？就是你可以在那个时间段，在那边呢点一个烛火或者一个灯，油灯。OK， 如果是真实的火的话，我们需要在那边点燃4个小时，至少 OK 点4个小时。那如果你那个位置是没办法放一个真实的火在那边的话，就是说可能是你小孩的房间或者一些比较容易有火患的地方的话，我会建议呢，你可以用一些座灯或者一些小型的灯放在那边。所以呢，你可以用真实的火或者灯，但是如果是灯的话，你需要放在那边24个小时。你也是可以放好像盐灯那种盐晶灯也是可以的。那这是第一个引动的方法。那第二个呢，我会觉得更建议大家去用的一种方式是直接把你放在那边。把你自己呢放在那边呢去工作，
去进行一些你事业上需要完成的一些事情啦。因为如果你用的是我刚才提供的第一个用火的方式的话，其实呢，它影响的是你整家人，所以呢，它可能影响比较大的是其他人，可能是影响你的孩子或者你的另外一半，就你呢可能收到的那个效果没有这么好。那如果你要确保自己是得到最大的那个好处，或者呢你是这个家里面主要收入来源的话，我会比较建议呢把你自己放在那个位置去工作，那你就可以确保那个财富的机会呢都会往你身上去啦。那如果在办公室里面的话也是可以的，如果你们的座位是可以自动的调整，你可以选择把你自己呢放在西南方的这个位置去工作。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戊寅月的一个财富能量分析啦。那接下来呢，我一样的会针对10个日主做出一些更详细的策略分析啦。那这里呢，我们就需要了解你自己本身的日主是哪一个。那我之前呢已经有拍过一个视频，大家可以去看。那我们现在事不宜迟，来进入第一个日主。我们第一个是甲木，甲木这个月份呢走的是偏财还有比肩的月份，所以对甲木来说这个月份其实是非常非常好去开始一些小生意或者一些副业。那如果你本身呢已经是创业的，你是自由工作者的话，那也非常的好。代表呢，这个月份你会看到比较多的一些机会，可以让你去把握，可以去拿回来。那你需要做的就是需要比较主动一点点啦。那大家记得吗？我刚才说这个月份的财富潜能其实是大部分人呢都比较不想动，他们会觉得非常的难，非常的挑战。他们会不想主动，所以变得非常的被动。那作为甲木的话，你呢会比别人更有一个优势，因为你这个月份走的是偏财嘛，所以你更容易看到机会。那你要做的就是再主动一点点，再去积极一点，去把这些机会呢都拿回来，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啦。那这个月份可能呢，你会看到一些机会觉得我可以的吗？这个客户我可以服务到吗？我可以帮助到他吗？你可能会有一些自我怀疑啦。但是呢，我会觉得先拿回来再打算 ，OK， 先掌握在自己手里，先答应说好，我可以帮你做，然后你过后呢再去思考要怎么去解决他的一些需求，去完成他的一些要求。那如果你是要开始那个副业一些小生意的话，我会觉得这个月份也是非常好的去尝试，去开始，不要只是思考，不要只是想。那做生意如果你要开始，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立刻开始，然后跳进去呢，先开头，然后过后呢再来调整，再来思考要怎么解决你面对到的那些问题啦。那第二个日主呢是乙木，乙木走的是正财还有劫财的月份。那乙木这个月份呢，你可以做的就是要去杠杆其他人的能力，其他人的一个关系，就是要借力来帮助你关于财富方面的一些事宜啦。那可能讲到很抽象，我举一个实际例子的话，可能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啦。你可以找可能一个财务规划师你公司里面的 CFO 这些人呢，来帮助你规划你自己本身的一些财务状况，或者你公司里面的一些财务状况。因为劫财永远呢都是借力的，我们要靠别人的一个力量来帮助我们做到钱财规划、金钱方面的事宜。那如果你本身呢是没有这个方面的需求的话，你也可以想要怎么借别人的力来帮助你做可能一些投资上面的事情
管理你现在的一些投资组合啊，你可能可以寻求别人的一些专业的建议、专业的服务来帮助你打造一个更好的投资组合啦。那大家可能看到正财又劫财，对，我们在传统上八字里面看到这样子的组合的话，代表会有一些破财的可能性。所以呢，这个月份我会说你可以做的是你主动的去破财，就是你请一个人，你去寻求一些专业人士来帮助你做管理钱财的东西。所以呢，你是同时破财，但是又叫他来管理钱。OK， 那这个月份的能量呢，就被你用到180%啦。就我们不要去非常被动的等外在的能量来让我们破财啦，我们先自己主动去破财。那第三个呢，我们来到丙火，丙火走的是食神还有偏印的月份。这个月份呢，丙火要做的有2个事情，你可以选择。第一个呢，是你要创造一些全新的产品，你要创造一个全新的东西出来。你可以尝试呢，往一些你可能之前没有做过的领域或者没有思考过的一个方向去思考。因为这个月份你是有很多的点子，很多的一些新的想法啦，所以呢，你要做的是要把这些想法呢，去把它落实下来。那如果你已经有一些现有的产品或者服务的话，你要想的是如何去优化它，让它变得更好。因为食神呢，还有偏印其实都是非常好来优化你现在固有的东西的一个能量啦。可能呢，需要去探索一下现在市场里面你的同行或者跟你做同样事情的那些人他们是如何去提供相关的产品还有服务，然后你去学习他们好的地方，或者呢，从他们身上得到一些启发啦。因为我们偏印呢，代表的也是一种扩大你的视野，你要看到可能你以前看不到的东西。那你可以做的就是看你的同行、你的竞争对手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啦。那如果你是本身是在公司里面的话，你是打工的，那你可以做的是你把你这个月份有的一些想法、有的一些点子化为文字做一个输出，或者化为视频。我会觉得在未来这个9运的时代，谁可以在网络上打造最多的一个存在，谁就可以得到最大的一个好处了。所以呢，你就算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族，我觉得呢，也会非常非常的重要，去营造、去打造一个网上的存在。那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去分享你可能这个月有的一些想法，有的一些点子，你的一些见解啦。那别人觉得这个人很特别，或者呢，他们以前不知道你是一个这样子的人，那这样子呢，可能会带给你更多的一些机会啦。那第4个呢，我们就来到丁火。丁火走的是伤官还有正印的月份。那丁火这个月份的一个主题就是持续输出。你们呢，可能没有丙火这么多的新点子、新的想法，但是呢，你们这个月份要做的是持续让自己可以创造更多的一些文字视频那一些产品输出出来。那另外丁火呢，可能你们自身已经有一些专业的知识，你可能在某一个领域呢是已经了解很多了，你可能会认为自己是那一方面的专家，但是你要想，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你到底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你到底为这个公司或者为这个市场创造了什么价值。那你就需要去看自己的那个专业，你的那个定位到底在哪里，然后你是否可以把这些知识、把这些资讯传达出去，然后帮助更多人
那这个建议呢，无论你是打工的还是创业的，其实都是非常的重要啦，因为你一定要让别人知道你是那一个领域的专家，那别人未来有那一方面的需求的时候，他才会想起你，对吧？那如果你是默默无闻的，别人都不知道你到底在干嘛，也不懂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的话，那别人怎么会第一个先想到你呢？那丁火这个月份其实就是很好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建立起自己在网络上的一个所谓的品牌或者名声，因为商官本身呢就是要给人家看到你的，别人本来在这个月份呢就会非常容易的看到你。那我们通常最好的是给人家看到我们专业的那一面，我们好的那一面啦。那第5个呢，我们来到戊土，戊土走的是比肩还有七煞的月份。那戊土呢，这个月份只有一个主题，就是自我成长。OK， 因为比肩加七煞代表的是你要去锻炼自己，你要改变自己。你要让自己去做更多不舒服的事情，你呢这个月需要比别人再推前一点点，你要再往前多2-3步，可能其他的日主呢，他们可能只是推1步，往自己不舒服的地方去1步，那你可能呢要走2步、3步，甚至10步这样子啦。你可以去观察一下，你现在生活里面、你的工作里面、你的事业里面，是否有一些东西需要改变，需要改变做事的方式，需要改变你的思维，需要改变你可能之前有的一些限制性的价值观。那只要那一些东西呢，都已经不能服务于你，就是说对你的未来没有任何的帮助，不能呢带你去到一个更好的地方，不能带你呢去到更高的一个阶层的话，那这个时候就是最好去把它们放弃掉的时候了。所以我会觉得戊土呢这个月份虽然不舒服，但是很有可能你们是这个月份得到最多好处的那个人因为通常有一个七煞来到一个日主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一个转变的机会，转变成为更好的一个机会啦。那第6个呢，我们来到己土，己土走的是劫财还有正官的月份。那己土这个月份呢，它需要走的是一种低调做事的态度。那做什么事情呢？可能是你的事业方面有一些做事方式，或者你们的系统、你们的一些文件的处理方式，你们的一个所谓的 SOP 啦，你们做事的一些规矩、一些条例或者一些步骤都是可以去优化它们，让它们变得更能帮助你们做更好。因为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所谓的程序的话，一个标准程序的话，其实呢它是等于在浪费我们公司或者浪费你自己的一个资源，更加是浪费每一个人的时间、精力、金钱所以呢，如果我们可以设定好，我们去优化好这个标准程序 SOP 的话，其实呢会大大的强化你们在这个月份做事的一个效率。无论你是什么身份，你是在家庭里面，你是负责家里的事务或者如果你是学生，你的工作是去读书其实你都可以去思考怎样提高你在那一方面的一个效率。 OK， 当你成功制造或者优化这个标准程序的话，其实呢你就等于提高了你这个同行里面或者你这个同侪里面的一个竞争能力啦。我们的劫财呢，它代表的也是一种竞争能力，那你要提升它的话，你要做的就是一些正官的事情，正官就是系统，所以呢你就是这样子去利用这个月份的能量
那第7个呢，我们来到庚金。庚金走的是偏印还有偏财的月份。那庚金啊，这个月份呢，也是另外一个赚钱的月份。但是呢，这个赚钱啊，是以一种快进快出的方式，而且呢，是要去到一些比较不熟悉的领域去探索。所以，如果你是创业自由工作者的话，我会觉得你可以开始思考，你是否要去往一些比较新的市场、比较新的领域去发展。但是呢，因为这个月份的能量啊，只是1个月，所以呢，它不能决定你一整年或者接下来5年、10年的一个方向。那我会觉得你可以做的是有点像进行一些测水温的动作。你可能呢推出一个小小的产品，投放到这个领域去，这个市场去，看大家的反应如何。用这个月份啊作为一个实验场、实验的一个月份，去看大家的反应。那如果好的话，我们接下来几个月份呢，再看是否要把这个东西呢继续发展下去。那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当做一个失败的一个实验就好了。那你就从中呢得出一些新的见解、新的一些经验，来帮助你现在你本身已经在做这个东西了。那如果是打工族的话，其实这个月份也是蛮好去进行一些新的尝试。可能如果老板或者你公司里面有提供一些项目，可能老板需要派一个人去处理某一个客户啊，或者要对外进行一些 presentation， 要呈现一个报告的话，我会觉得你都应该要比较勇敢的去把它接下来。所以这个月份对庚金来说啊，其实有一点主动出击，去把握机会。那只要你可以成功把握的话，无论它最后有没有带来一些金钱上的收入，但是我都会觉得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收获，因为你得到的是更多的是一些经验、一些机会、一些视野的开阔。但是记得不要把它变成你一个长远的计划。这个月份只是1个月，所以我们来做一些小小的测试，去尝试就好了。那第8个呢，我们来到辛金。辛金走的是正印还有正财的月份。那我们看到2个正啊，就代表呢所有东西呢都是以安全为前提。那正印跟正财啊，我会觉得它最好的一个代表就是进行一些非常安全的投资，基于一些市场研究啊，基于他们公司的财报啊，基于一些数据分析过后，你才进行的一些投资啦。好像价值投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能量。所以辛金啊，这个月份如果你本身呢是有做好像交易、股市交易、炒股、炒虚拟货币这些的话，可能呢你可以开始去思考一下，是否要把你的一部分的现金投入到比较安全的投资方面。因为这个月份呢，你会比较容易找到一些不错、蛮好的价值投资啦，你可以去购买，然后投入在那一边。那如果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是非常陌生的，就是说你之前呢是完全没有接触过任何的投资的话，那我觉得啊，你也是可以当做一个开始的一个契机啦。你不一定呢要投入到股市去，也可以思考呢是否要放一些定存啊，或者一些债券啊，或者去购买一些退休的基金啊，这些呢都是非常安全的一些投资选择啦。那如果你要更进一步的话，当然也是可以开始去学习怎样价值投资，怎样选对的股票，怎样选对的一些基金来投资。这个月份呢，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去学习的月份啊。那第9个呢，我们就来到壬水。壬水走的是七煞
还有食神的月份。我们看到七煞呢，其实也是非常的好啦，就代表呢壬水啊这个月份呢，你们也是有一个转机，有一个机会让你们去进行突破。那至于是突破于什么东西呢？就是你们要看现在你的这个事业，你个人的一个工作方面是否有一些堆积很久的问题，或者呢一直困扰着你们的问题，去思考要怎么去解决它。我们这个月份啊，你有的是食神的能量，食神呢是可以很好的去化解这个七煞的。所以呢，在以前的八字分析里面，我们是比较喜欢看到食神跟七煞在一起出现，因为它代表的是你有挑战，就是七煞，但是同时呢，你也是有点子，你有想法，你懂得要怎么去解决，就是我们的食神啊。所以呢，你要动用你的脑子 ，OK， 你要动用你的思考能力去想这些问题啊，到底要怎么解决。在这个月份呢，你可能会比较容易得到那个解决方案啦。那当你成功这样子做的时候，你也可以去思考一下你的未来方向的问题啦。因为壬水遇到戊土的话，它也代表的是一种方向问题，你未来要走向哪里，你的事业、你的工作、你的公司到底要走向哪里。那这个月份呢，也是非常好让你去思考这个问题的一个时间点了。好，那最后一个的日子呢，我们就来到癸水。癸水走的是正官还有伤官的月份，那这两个结合起来的确不那么的理想啦，但是呢，我们还是想办法来把它变得非常的好。这个月份啊，你们其实要做的就是怎样去建立起更有效的沟通管道，一个沟通方式，跟谁的沟通？那如果是打工的，就是跟你的老板、跟你的上司、跟公司的管理层，可以更加好的进行一个交流沟通。那沟通什么？其实呢，都是你的一些想法，你真实的一些想法，或者呢，你内心啊一直压抑很久，很想表达出来的东西啦。那这个月份呢，你会有一种我要爆发出来，我很想讲真话，很想表达出来。那很多时候啊，别人呢不是不想听我们的一些想法，而是呢我们的一个表达方式出了问题。所以呢，你们要去思考啊，怎么更好的进行一个表达。当你成功想到一个方法，当你懂得可以怎样把一些比较难听的，但是又诚实又非常真实的话，把它可以很好的传达给你的上司、你的老板、你的主管去听的话，那其实啊，你就变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沟通者。很多时候啊，我们不是想到什么就直接讲，因为想到什么就直接讲啊，就是正是伤官遇见官的时候的一种表现。就是说你对上面有很多想法，很多想讲的话，你没有经过思考你就直接讲，所以呢会非常容易变成得罪上面的人，或者伤害你们的一个感情的一个情况出现了。所以呢，你要做的去怎样去练习，去锻炼自己，更好的去跟其他人沟通，尤其是你的上司。那如果你是老板，你是创业者的话，你可以去锻炼的其实是看你公司的一些标准程序，你是否有一些地方可以做一些大刀的改革，比较激烈一点的，但是呢，你会觉得这个对你们公司的未来啊是有好处的啦。那这个月份呢，也是非常适合你们去往这个领域去思考啦。那提升你们公司的一个效率。
那以上呢就是这10个日主啊，这个月份有的一些财富的策略啦。你会发现呢，我都是围绕在工作、事业、生意方面会比较多一点点。那如果大家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格式的话，记得留言让我知道这个的改变是对的。OK， 好，那当然也记得把这个视频呢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去看啦。那我们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我们下一个视频见，拜拜。